Hello，大家晚上好啊！又来到了我们星期天的晚上8点钟的直播啊，8点半的直播。那我们现在呢正式开始啊。那一开始呢，也是问一下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是来自于哪里的呢？你们是来自香港的啊，你们就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香港啊、台湾的，或者是马来西亚的、新加坡的啊，都可以在留言区里面跟我们打个招呼啊。那我们现在呢，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也打个招呼啊，没错。如果你是在看重播的话，也是看重播啊，太可惜了。我们直播的时候互动多一点啊，直播大家今天有什么问题啊？哇，今天我们应该是好多好开心的网友啊，都跟我们分享最近是赚了好多钱，是吧？OK 啊，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啊，我觉得今天很大的概率1个小时也是讲不完的啦啊，也是准备了很多的内容。那我们现在马上事不宜迟，看一下啊，今天晚上我们准备了哪一些内容啊？各位观众朋友们，你就可以投票，你们想听哪一个主题多一点？然后呢，我们就根据你们想听哪一些主题多一点，而我们再讲深入一点的去讲那部分的内容啊。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也不可能啊三个主题啊都是很完整的啊跟你说啊，所以呢，大家可以投票一下 A、B、C， 你到底想听哪一个多一点呢？那另外还是老样子啊，我们还是当这个直播足够1000人的时候呢，啊，我们也是可以，你们可以去投票问一个股票，然后呢，啊，七爸爸也是很少见的啊，可以在公开的场合来分享啊，他对于这股票的看法。那如果是美股的话，就由我来回答吧。啊 ，OK。现在还有人看美股的吗？OK，上次1300多人啊，所以我上次有回答一个股票的问题啊。所以呢，大家叫多点朋友来把今天的直播分享出去，好不好？不同的群组啦，或者是你的 Facebook 啦，也是这么难得的好的机会啊！我们在这里大锣大鼓敲了好久，都说有好的机会，对不对？真的来了啊，是吧？所以这个机会难得，叫多点人一起把握这个机会叫多点人。OK， 我看到了很多人清一色的都写了一个 A 那好吧，我们今天就着重的来讲一下 A 当然还有很多同学也对 B 这个话题呢非常感兴趣，那我们就来也是来 B 这个话题，也是会深入的探讨一下七爸爸到底看到哪3个板块还有一个机会，或者是之后的市场里面最大的概率会飙涨的一个板块那我们现在呢，不如就马上来开始我们现在的内容那我最近呢也是收到有部分的就我不知道是 haters 还是就观众朋友们留言他是这样问的，就是说，七爸爸，你就少说一点你赚了多少钱，就讲钱酸民OK 很俗那你还是多讲一点一些有用的什么经济概念或者说你看好哪一只股票，直接点看好哪一只股票，直接分享出来不就好了吗？那这里呢还是要先跟不论你是新老朋友也好也是要科普一下特别是新朋友，对，特别是新朋友第一次听的第二次听的七爸爸呢，他并不是什么这个字经济学家，你不懂这个字吗？经济学者你说你不是吗？那我不是什么财经博主OK， 财经博主博起来的猪OK， 那你不是财经博主呢？我不是财经博主，股评人股评人你也不是，我不是你又不是网红，网红我不是，你这里18万的粉丝 ，YouTube 不是网红啦，不是网红我听到有人说七爸爸看好中国股市、中国股票，我不是粉红，OK， 我不是粉红，你又不是粉红，那你到底是什么？我更加不是大师嘞。那你是什么？所以不好意思，你要习惯了用股评人啦、网红啦这些的眼光来看我们这个直播的话，你感觉到七爸爸怎么老是说 GMT 讲了什么东西啦，怎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多厉害对不对？其实我不想讲我多厉害的但是一会儿告诉你为什么我要讲一点我的记录因为一会儿再讲了OK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其实呢七爸爸你都经常听他说他分享什么 GMT 当中有讲过什么内容，其实他很多时候呢都是分享他觉得对他
人生当中非常有用的财商知识啊。那你可以看回最近的直播，他也分享到最近的机会呢其实是非常难得的上一次有这个机会的时候是在2003年的时候当时候香港的股市香港的楼市是有一个非常难得一遇的一个机会而你是磨了21年的剑非常的有耐心等到8月份的时候就大锣大鼓的在直播当中也是分享你是在那个时候说到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那我想起来上一次这个机会出现的时候我还才刚刚出生21年前，对不对那西法法呢也是在2003年的时候做到了年年买层楼10年赚超过1个亿直到之后的16年用掉了生孩子很花费很多的，有同感吗？做家长没有1个亿吧没有有点省下来，所以现在还可以买美团了直到2019年就等到香港的楼市到了顶峰之后你就开始套现金盘洗手了OK 对那这里我想不想听故事？听故事的话，我讲个故事给大家听，想不想听额外的故事因为我觉得会帮助大家的会帮助大家之后怎么样去人生把握机会啦，投资回报啦，等等等等有没有人想听故事的额外的故事的想听第一个人家说哇你现在就好了，钱这么多啦哇是不是说我是富二代我不是富二代啦，他可能是他生出来的时候也没有富所以我也没富，所以他也不是富二代我们都是从这个我是当时在创业，所以50万在香港要买楼的话买不起19年不吃不喝都买不起，对吧？香港的楼不是马来西亚楼了，不是新加坡楼了，不是这个到现在还是全世界最贵的地方的楼了，对吧？所以当时很多人觉得哎呀买不起所以我也是从50万开始买不起楼，所以但是呢在股票市场里面赚买楼的资金所以这50万当时是把握了大家记得股票是涨了楼的前面3到6个月所以当时呢香港的经济也不太好这个股票也跌了很多，楼价也跌了很多，楼价是跌了70%当时我就是有一天很悲的跑出来，然后我爸爸看到我说哎呀你怎么了？我说哎呀现在香港完蛋了，还有希望吗？他说你这个不就是你说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邓普顿说的绝对maximum pessimism 绝对悲观吗？我说係噃那我就去把那个钱买了股票，结果股票涨了1倍听好了股票涨了1倍，所以50万接近变到100万然后呢我又是在市场里面找到了一个低过市价那个楼大约是950万左右的，结果我是680万买下来的就这样翻了身所以现在哎呀好像不一样了，人生不一样了，所以机会难得的机会要好好的把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背后都是有宏观经济可以看的。当时我就在这个楼下走来走去，觉得哎呀，香港楼市供应很少了，要断供了，楼价要涨得不得了了，但是楼还没涨，对不对我买了之后也不是马上涨了，就说应该要涨了，然后周围告诉人家要买了，谁都说哎呀你不懂的啦，对吧所以这个我1个月前、2个月前、3个月前过去1年都在告诉人家港股好便宜了，我觉得这个机会有没有人见证？我有这里讲过是不是我在8月25号的还是9月1号2次直播都有我觉得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了，当然 GMT 里面我讲的更详细所以这个还给了更多的原因给大家所以呢第二个我想讲个故事后来我成功了之后呢开始叫人家买楼了所以我从12年开始到17年我在香港是叫人家买楼的因为我买楼从来没有输过，都是买了很好的，然后呢差不多每一次下课之后都有人来说七爸爸你就好啦你在03年买到楼啦，哎呀把握到机会啦，现在机会没有啦，香港楼这么贵啦，等等等等我说不是12年的时候楼还能涨13年的时候楼还能涨14年的时候楼还能涨但是那些人就说哎呀这个你当年就好了结果我当时是这样讲的，后来我就在台上这样讲了，我知道下面人都会这样想，对吧你03年买楼就好了，03年楼价这么便宜，我在台上就这样跟人家讲，我说
如果时光倒流到03年啊，有这个机会，时光倒流到03年，你会买楼吗？你如果没买楼的，有买楼的当然会买了。如果你没有买过楼的，当时还没卖楼的，对吧？还有些人我认识是03年买了楼，楼价涨了一点点，04、05年马上卖掉了，之后再也买不回来，对吧？我说你的脑袋不改变，你会看同一份报纸，现在是 social media 啦，看什么YouTube 了，对吧？以前是看报纸，你会看同样的新闻，有同样的判断。好了，这句话啊，讲了之后，到了2022年了，2023年了，我在那里港股了，哎呀 ，Alan 啊，你不懂了，珍惜生命啊，远离港股了，你还在看港股啊？你再讲港股，我不听你了，我要退订了，对吧？我 unsubscribe 了，我就说 Rich， 你去讲美股吧，我还是继续讲港股，起码你讲美股吧，对吧？啊，这个坚持啊是坚持下来了，但是我同样的感觉就是，哎呀，所以我当时讲的故事是没讲错的。你不改变你的脑袋思维的话，我给你回到03年了，哎，788你就好了，03年买到楼了，回到了2023年啊，不是03年，2023年了，港股这么便宜啊，大楼大股啊，现在港股很贵吗？才涨了30%。03年的时候是楼市，对，我说2024年今天的港股很贵吗？港股跌了多少啊？80%，好多股票跌了80%嘞。你想想看，100块跌80%等于20块，20块给你涨30%嘞，多少啊？26块，对吧？26块好贵啊！美股从100块已经涨到400块了。你说美股很好闭上眼睛买了，对不对？港股从100块跌到20块，现在涨到26块，气醒啊 ，crazy 啊！所以脑袋不改变，你去看那些股评人、大师、经济学者、主播、财经主播，为什么我告诉你我不是这些人啊？这些人没有发达嘞。如果李嘉诚讲话，如果巴菲特讲话，我一定听嘞，对不对？巴菲特讲话讲了好像很慢了，很乱嘞，慢腾腾的，我会介意吗？哎呀，巴菲特讲的这么慢了，我不听了，听788重复好了。不会了，我会亲自听了，对不对所以你要说我，哎呀，好多人说，哎，你的普通话讲的不标准嘞，哎，你在那里说自己厉害嘞，sorry 了，我很希望低调了所以 Rich 以后我低调点，你讲我厉害就好了。OK， 那我们看下去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我没有什么我这次去日本去学做菜，我觉得没有这个天分但是呢，看宏观经济我看了几十年了，对吧？还有看人性，观察人性从小我就喜欢下棋Rich 是喜欢打牌，打这个扑克牌，我是喜欢下棋，这个里面都是在看人性他还会计算数牌，哇，他太厉害了，记性很好，对吧？但是呢，我在下象棋下棋台我很喜欢四国军棋，有没有四国军棋的粉丝在这里？陆战棋四国我要猜人家是不是炸弹，人家要猜我是不是在猜他是不是炸弹，把一个排长来装饰炸弹所以这个中间猜来猜去，其实股票市场都是这样的，你要猜那些人谁在卖谁在买，卖的人对的机会多一点还是买的人机会多一点所以呢，我觉得其他的不敢保证，但这方面还是这个比较就累积了30年的经验。那我问一下，你说你不是这个什么财经博主那你到底是什么？这里这个字有没有反调我不知道有没有反调，没有反调的话，大家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788是什么，能不能看到？这是其中一个学生马来西亚学生他送给我的礼物为什么叫财经博主呢？不是财经博主为什么叫财商教父呢？因为这里面有几样东西。第一个我们想推广的是财商教育所以这个财商很重要。我觉得没有财商知识的话人还是要工作的，对吧？这个工作了之后，但是你有财商知识的话，把你赚来的钱再去钱赚钱
再加上你自己为社会创造价值，为顾客创造价值，为老板创造价值啊，那你的财富就金三角了，多元化的收入了，那你应该生活是很丰盛的，财富很丰盛的，对吧？所以这个财商啊，但是呢，我是希望啊，大家来看还是教父啊，不是教父，教育啊，是来的话是来学习，我们一起来学，教学相长，我们一起来学所以这个教然后呢。真的，我整天是都把最好的东西讲给你们听，毫不保留的讲给你们听，对吧？整个致富股票最初是他在11岁的时候我要整理，希望是他学会的所以有机会还有其他的来讲的话，我都是希望当时整理了之后交给我的女儿啦，交给我的儿子啦，所以这个做爸爸的心所以那个马来西亚的同学还给了我另外一个牌子叫无忘初衷无忘初心我不知道那个牌子在哪里有的话莫忘初心，有的话可以给我找过来看一下所以呢我还是要记得就是爸爸教儿子不是说我是你们的爸爸什么的，因为没反调吧？有没有反调？没有反调所以也是这位马来西亚同学如果在看的话，再次感谢所以大家送给我的礼物都是感谢，对吧？所以呢我也是想做一个榜样不光是教导他们也是做个榜样给他们，也是做个榜样给你们不要因为赚了钱就开始不做事情了，对吧？这个Robert Kiyosaki 说，哎呀，财务自由了，好像就不用做了，对吧？这个可以躺着了躺赚了我觉得是人还是要有价值的，对吧？创造了价值之后，你的生命就有意义所以我也是做榜样给他们Rich， 你想想看。你到35岁，出去 party， 你很有钱，炒股票，每年赚40%，很有钱。人家说你干什么的？我是炒股票的，好像没有什么价值，对不对？你干什么的？我是财商教育学家，哇，这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不是为了卖课程赚点学费啦，不是要做 YouTube 油管人网红来赚点流量啦。你们的流量都不够我整理那个后期制作那些影片，对吧？当然我们会收学费就是我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推广我们要拍摄很好的这个视频要后期加工要请好多的团队队友来一起做推广啦，使到我们这么好的这个七八百都是这么好的一些理念概念可以推广到更多的人作为一个事业来做所以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支不支持？有没有共鸣？可以在弹幕上面写一下，好吧？刚开始七爸爸不会做网上直播了，对不对？以前是大家听得明不明白？听得明白请 OIC， 听不明白请 Oh my God。你可以找回4年前的那种，这是什么黑历史是吗？不是黑历史啦，就是刚开始讲的时候比 Richard 讲的差了好多了，所以再给他30年以后就你来讲直播的时候就非常好了 ，OK， 好，那事不宜迟用了大家一点时间，不好意思我们之后的东西很精彩但是不要介意，有时候我邀请你来上我的 GMT 来上 Rich 的课程来上这，你想想看，如果巴菲特说，哎，你来我的那个 private party， 我给你私人辅导，你会说巴菲特你想卖我课程吗？如果李嘉诚说，来，我来给你私人指导一下 private coaching， 你会说李嘉诚你要赚我钱了，你这么多钱了还要赚我们每一分钱李嘉诚是不是我香港人每天都在给他送钱，对不对？李嘉誠賺盡我哋每一蚊百佳買嘢好平快啲去買啦是不是OK 所以我们向富人学习，李嘉诚还在赚我们每一个香港人每一分钱，一分钱都不能少赚所以我们向巴菲特李嘉诚这些赚来学习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真的是很相信我们的产品。你想想看，雷军出来不讲他的产品，雷军他是谁对不对？雷军出来一定要给你讲我们的性价比很高我们是50万以下最好的股票课程OK 所以星期天晚上的直播也是，我们是一家人，对吧？通过网上，我们是网上的 Cyber Family Cyber Family 我们通过在这里
分享我们的喜悦，所以你也看到我也 I'm having fun， 对吧 ？have fun 啊，开心，Richard 开心。如果你们赚到钱啊，希望你们也是分享啊，我们不是来妒忌，哇，你赚的比我多了，他赚的比我多了，不是的，对不对？你赚了钱，我替你开心，我赚了钱，你替我开心啊，互相帮助一下，赚了更多钱更开心，不很好吗？开心之后人也健康一点，是不是啊？赚了钱不开心，还不是不要赚了。是不是啊？最不要做酸民啊！好了啊，那我们来我最近很开心。星期五的时候，我问了 GMP 同学，我说你们有没有把握到这次机会啊？包括我们现在问一下观众朋友们，观众也可以我刚才看到有观众朋友们也是把握到了这次机会也是蛮恭喜他们。我觉得看我们直播的人还能留到现在，已经是了不起，很不一样的啊！外面大多数的人都是赚了一点点就卖走了，对吧？大家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写一下，有没有感觉到最近有一些卖得太早的，现在有点后悔的，有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对吧？那 GMT 里面呢，我真的是我看到一个最涨之前卖掉了，误空了，悟空是 short 那个空，是不是悟空？所以呢，GMT 里面真的很开心啊！这是上个星期五，就2天前，99%的人有把握到这次机会啊，还有1% 的人就是不喜欢中概股，那没办法，对吧？也有 Rich 讲美股的，人家来听美股的啊。我真的有些人看到有些人就是特别的受了外边那些这个偏差的YouTube 或者是报道，对中国是财经博主是吗？我不会读博主博起来的猪博猪股评人OK 博猪对吧？听了那些对什么威尼熊啦对中国的经济啦都是有很大的偏见那 too bad 我没有可能在改变你，对不对？但是呢，我们 GMT 还是非常好，99%的人赚到钱。我看到这么多同学赚到钱，比我赚钱还开心呢，对不对？不光是99%的人你看54%的人没怎么卖过大部分都持有的还有26%的人嘞，26%的人还在加码嘞，对不对？这是2个星期你如果能够在2个星期内继续加码的话是不得了，对不对？还有5%的人以前没有买，以前在跟 Rich 买美股，一看到我们这次看到的东西，马上从资金从美股转到这个港股来这些人是最厉害的，比788还厉害这些人赚完美股赚港股好，我们过了1000人了一会儿我们会现在跌下去了一会儿看看有没有过1000人，有的话我们之后讲一只股票，大家想听哪一只股票好不好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要经常讲自己厉害？不是要我们讲自己厉害，来 Rich 你讲讲为什么我们要讲大家看一下这个标题就是其实现在呢尤其是我们观察到现在很多都是在社交媒体上面都是可以随便的发表意见明天你看到某某某股评人他又讲了一件，第二天你又看到某某某什么 KOL他又发表了一些意见一个说涨的，一个说跌的，一个说未来是世界末日的，一个未来降息啦，降息再来啦，对这些是我们之前听到很多的尤其是在1个多月前没有降息之前，也是听到很多这样的一些末日的一些消息。最好的还是那个1月份的时候对那位资深的香港很出名了，比我要出名100倍的那个资深投资者了，珍惜生命，远离港股这8个字之前是街知巷闻该记好嘛街知巷闻你乘的士的时候呢，司机都会告诉你港股珍惜生命远离港股是不是在同时候当然他接受访问的时候，在登出来的时候，我相信是跟我讲这个 GMT 的时候差不多时间的，我在告诉大家国家队要入场了，要改变游戏规则了结果我们在 Facebook 上面有一个马来西亚的网友一直在问国家队在哪里，国家队在哪里，国家队在哪里？你现在看到国家队了吗？你还没看到，我一会儿告诉你国家队什么时候会出来 OK 你看我是分析给大家看是吧？所以
我不仅仅是说港股看多少点沈大师说4万点，对吧？我是分析给你看，这样的话大家是更加有信心的，是不是？OK 所以机会难得21年一次的机会还刚刚开始还只有刚刚开始OK 好，那 Rich 我们重温一下，我们现在进入正题了那其实这个我相信我听过的直播里面已经讲过好几期了其实就是港股呢最近可能已经会进入到了一个大涨小回的格局也就是从之前的第一阶段那你不知道什么是第一阶段你可以在我的课程里面我也是跟他学的，我以前叫牛1牛2牛3熊1熊2熊3，但是他那个更简单，1 2 3 4个阶段更简单比我那个系统更好。我们 long story short 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一个大涨小回的格局，也就是一个长期上涨的阶段。那之前呢西爸爸就看到港股呢很有可能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大涨小回的一个第二阶段了。过去5天1天没涨没跌，因为放假，另外有1天是跌了一下跌的早上跌的时候跌了满级的，但下午就回来了其他的时候还是大涨，所以是大涨小回，对不对？中了那之后怎么样呢重点来了今天晚上的重中之重来了，对吧？所以过去5天我们看到就是星期四应该是星期四早上是跌了蛮多的我又听到那些人了完蛋了 ，party 完蛋了，快点走了，港股又完蛋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叫熊陷阱你要熊的话你就跌进去所以叫熊陷阱所以港股还是继续的涨那下一个星期怎么样看？想知道吗？我个人我觉得是涨的机会会比跌的多但是呢也的确涨了蛮多的所以有调整的风险也是越来越高了但是涨的机会比跌的多没有100%的东西的，是不是如果有100%的东西，这世界上没有乞丐了所以呢涨的机会比跌的多。我分析给你听，一会儿分析给你听为什么我觉得涨的，特别是我们要焦点放在哪里焦点放在哪里？因为现在不是说你买了一只股票涨了20%就开心了，现在是难得的机会现在有些股票是每天可以翻个倍的，每天可以涨60%的，或者翻个倍的。我给你了，你也是给我写一下了在留言区写一下，你要赚20%的一天，还是赚100%的，对吧？想一下当然你说会不会风险很高了？对但是现在是个难得的时代，对吧？珍惜机会珍惜机会把握港股这8个字换一换也可以写下来，珍惜机会把握港股，好吧 ？OK， 好，事不宜迟，我们看一下OK。那之前我们在 YouTube 的影片或者是我们之前的直播当中也是有讲到，其实这一次港股呢它涨的背后其实有5个大的因素那当然我们之间时间有限，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不再重复了你们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回看我们之前的直播，或者是我们这条的 YouTube 的视频然后呢我们今天就来着重的来讲一下这5个因素当中第4个因素是我们今天看得到可能之后会影响到港股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因素，就是一些中国推出的一篮子的一些利好的政策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下中国的政策我告诉你我要卖点关子，这个给自己镀金真的你要在中国生活过，在中国做过生意，你知道中国的政策是多么的重要，真的，中国做生意一定要看政策，这是在新加坡搞不明白的在美国可能搞不明白的，对吧？你要是我在中国做过这么多年生意，香港一定是跟中国做生意的，对吧？你一定要看政策的，对吧？你要是这个做一点国家不想你做的事情，别想了。我要2018年的时候去中国大陆搞培训，一看半年之后不要搞了，对吧？中国人不需要我们的这个个人成长我们要看的就是阿爷我们叫阿爷，中国政策阿爷想我们做什么，对吧？好了现在人数这么多，感谢大家人数这么多，今天给大家特别大的干货，这个干货我可以蛮有自信的说，你在 YouTube 上面找不到另外一个人的，
现在给你了啊，上一个 MBA 的短课程，好不好？Executive MBA 啊 ，EMBA，OK。那我们很多人啊，在外面的分析啊，这个政策有什么利好，那个政策有什么利好，这个政策有什么利好，那个错掉，焦点错掉。就是这拳打出来哦，打得你脸上痛不痛？那拳打出来，打得你脸上痛不痛？你在分析这个是错掉了。你要看他打了这么急打出来，对吧？打了这么急打出来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因为他这一拳还有下一拳，还有再下一拳，还有再下一拳，不是说这一拳能不能打死你，我们要看整个气势，整套组合拳出来的气势。这是重点啊，麻烦大家写下来啊！这个外面没有人讲的，我看了这么多其他人分析，没有人讲的，对吧？我们要看到政府想解决什么问题啊？所以首先解决什么问题，我们要看这个问题严重吗？是很严重的啊，很严重。所以我不是粉红啊，我不是盲目的说这个中国经济没问题啊，中国经济在这2年很大的挑战，我能说挑战，问题谁都有的啦，对吧？挑战，这个挑战在哪里呢？它的出口现在被美国啊，这个以前是大量出口美国，现在美国尽量的在围堵中国，对吧？电动车啦、太阳能板块啦，什么你就不用想了，对吧？什么手机啦，不用想了啊。所以美国在撤离啊，尽量这个不问中国买东西。啊，那欧洲啊，刚刚通过了电动车的关税，对不对？所以欧洲也在尽量的这个围堵中国 ，OK 啊，因为欧洲是跟着美国走的啊，所以中国的出口剩下来就要开发这个东南亚市场啦、中东市场啦、非洲市场啦啊，但是那些地方开发还要一段时间 ，OK， 所以出口它是控制不了的。那中国经济为什么这么差呢？过去2年呢，最大的一个问题，2个问题是内房楼价跌了好多，楼价啊，这个我很熟，因为我在03年之前看到香港的楼价跌了好多，楼价一跌，出去吃饭了，负资产了，出去消费了，买东西了，没钱了，不想花费了，对不对？你整个信心没有了。再说，如果你买了楼，还不知道收不收到那个楼，钱是付掉了，那个楼可能还在烂尾，你整个心情就没有了，明白吗 ？OK。另外一方面啊，以前哇这些外资企业抢人才啊，这个就业没问题，现在外资企业在这个裁员，很多中国人了啊，这个外国啊，这个美国啦，很习惯的哦，经济不好了裁员了。中国20年没有裁过员啊，都是抢人才、加工资抢人才的。突然之间啊，有裁员的，还出去也找不到工作的。我本来收2万块奖金的，今年没有奖金了，这个时候信心都不好，所以这个消费意欲也不好。好了，消费不好了，对吧？那钱没钱赚了，企业投什么资，对不对？通缩 PPI 在跌 ，CPI 在跌。那个叫卷，是不是？卷了之后没钱赚，企业就不投资了。所以 GDP 有4个板块啊，除了政府的开支、政府控制之外，出口现在我们看到它控制不了啊。那消费内销啊，消费内销没信心，人家不消费，所以这个有问题。企业的投资没钱赚了，卷了这么了，产能过剩我就不投了，对不对？不再投资了，所以。这个除了政府的开支之外中国说是3头马车推动这个经济，3头马车同时死亡了，这匹马同时中暑了，或者同时是抽筋了，这个马车不走了，对吧？所以这里有一个恶性循环这个恶性循环是很严峻的，越来越严峻的，搞不好的话，你不要幸灾乐祸中国大陆这个搞不好。一个国家内部搞不好就有动乱，动乱搞不好就要对外打仗台湾同胞们，明白吗？这个绝对真的有这个危险的所以少讲一点好了，对吧？所以呢，一定要把经济搞好，这是国家的任务了，一定要把经济搞好。怎么能把经济搞好？好了，现在我们要看它的组合拳。就是1次不够，2次，2次不够，3次、4次、5次、6次、7次、8次，给大家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信心。
现在是阿爷要你发达，你只要买股票，阿爷要你发达，这个你懂得解读吗？是不是啊？你没有在中国这个生活过，没有跟中国政府打过交道，你是看不到的啊！你要听新加坡的 YouTube 就听不到的，对不对？新加坡的 YouTube 还停留在2021年监管的时候，在蚂蚁金服监管的时候，在这个游戏监管的时候，对吧？现在政府是啊，当然它也全世界都会监管，但现在政府的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大家有信心去股票市场赚钱，这是很明确的。我一会儿给你看看这个啊，当然我不要相信我给你看数据，我给你看我的推算，我的逻辑，给你看我看到的东西，你自己做个判断，然后在弹幕里面写下来，我们一起来集思广益，好不好？所以第一个，股票赚到钱了，是不是开心了？去唱 K 了，消费了，吃饭了，买多一个新的手表了啊，或者现在没有买手机了，现在买多一个新的手机了，买多一个新的电动车了，消费就搞活了，对吧？还有很多人赚到钱了，买楼了，楼价就平稳了，楼价一平稳，好了，更加有消费的这个信心出来了，对吧？30%的 GDP 是跟楼市有关的，楼价一稳又开始造楼了。又开始这个要装修了，又开始有家具了啊，什么都搞好了，对吧？所以呢，这里啊，它一定要给大家最快的有财富效应的不是楼，要楼价这个这 momentum 这 inertia 这个惯性很大，你要把它转变的话很慢，但是股票市场可以隔夜的，它只要给你相信今天你买股票，明天就赚钱，大妈、农民、大叔。退休工人都去开股票户口买了，对不对？这叫自我实现的预言，对吧？所有人都去买，不就是涨了吗？涨了之后不是哇，吸引更多的人去买吗？吸引更多的人去买，财富效应来了，花费了去消费，内销搞定了，投资企业又开始投资了，就业就上去了。到时候出口也只是个锦上添花了，因为它是内销投资两个搞定了。所以我们要看懂这一点啊，这一拳打不中你不要紧，它后面还有很多拳，有没有道理？大家说说看有没有道理？外面没有人这样讲的，是不是啊？我很自豪，我看的就是这样，所以我在03年看到这个香港楼市到底，对吧？所以呢，它的细节里面啊，具体的政策里面好多了，你要每一条去看的话，你就不用上班了，你就不用睡觉了，好多条。总的来说就是股票市场要搞好，楼市要搞好，楼市这个惯性大一点，所以它需要的时间多一点，滞后多一点。OK， 股票市场你看呢，好快呀，一个星期涨的，人家说 crazy 啦，疯狂啦，对不对？股票市场好快，所以赚到钱之后啊，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啊，我是第一时间给你们看到。你们有没有看到国庆节人山人海呀、排队游览啊？还有啊，这个我们在9月27号早上这个还没开市之前美团已经是事前的盘了啊，已经是涨了12块，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很便宜啊？对不对？当天开市之后还是跌下去，跌到150几。这是盘前的涨一下，一开始之后肯定有人要获利离场啦，获利卖走了，对吧？所以跌到150几，这个机会嘞，为什么？5亿消费券去哪里消费啊？餐馆、按摩、旅游景点、买票、酒店，出去玩的酒店。75%的市占率是一家公司，14亿人民的花费75%一家公司你说美团全世界有没有一个像美团这样的公司啊？所以美团上市的时候我就说，美团有一天它的市值会超越阿里巴巴，当时阿里巴巴是最厉害的，超越腾讯，超越阿里巴巴，现在还没有发生。啊！虽然阿里巴巴跌了好多 ，OK， 还没有发生。
全世界没有一个消费平台是可以拿到它的市场里面75%的一个市占率的，对吧？所以去年多开心啊，人家抖音啊，抖音来了，抖音来了，好开心啊！你不要我买，我不要你不要我买，70多块、80多块、90多块，这是跌下来换过来啊，90多块我不要，你不要我来啊，80多块了你我来了，70多块你不要了我来了，60多块你不要了我来了，对吧 ？OK。游客特别啊，如果大家不是在中国大陆的，去中国大陆玩，一定要看美团，它评分高的才进去吃。我试过同样的菜啊，在这个新疆啊不是西藏啊，今年去玩的时候，同样吃都是那个菜，那个地方就那个菜出名，对吧？400多块是不是美团的？200多块是美团的，服务还要好，材料还要多啊，200多块。不是美团的400多块，大众点评啦、美团都是他的，对吧？所以这个为什么每次我去中国考察，我去考察 REIT， 我去考察这个无人驾驶回来就说买美团，买美团的，这个 GMT 的同学对不对？每次我中国回来之后，我跟你们说的是无人驾驶，做完之后买美团，就这样啊，所以。中国大陆的朋友，你们可以再看一下，对吧？好了。人山人海出去旅游，这个高端的是携程啊，高端的酒店，低端的民宿啦，或者是那个绝对是美团，对吧？现在去中国大陆玩好开心啊，不用打的士了，我去一个共享单车，跑到哪里就停下来，又吃又玩，又在共享单车啊。找黄色的车找不到，因为太多人用了。黄色是哪一家？绿色的、青色的放在那里没人用啊，黄色的有人用，为什么？同样的价格，因为人家已经在用美团了，同一个 APP 搞定了，对不对啊？我当然还有另外2个，因为我实在找不到黄色的，我才去找青色的和蓝色的，对吧？啊，当然我不是推荐美团了啊，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市场还是有眼光的。有没有人在太早了放走了美团的，或者没有买美团，现在有点后悔的？有的话可以写一下啊。我们 GMT 同学是吃饱了 ，OK 啊。所以从中国的政策出来，美团下面那条黑色线是恒生指数。我们刚才看到恒生指数、恒生科技指数啊，还不是恒生指数，恒生指数已经是全世界最好的表现最好的了，对吧？跑赢了全世界的股票市场了，美团跑赢了它2倍了，就是它的2倍以上了。这个是出政策之后，出政策之前还不止啊。出政策之后是130几、40几了，对吧？要从70块来算的话，就是这样子，对吧 ？OK， 好了，但是你看看美团，还有13高啊，另外一只股票比。另外一只股票还不是涨得最多的啊，左边那个是涨得最多的啊，申万宏源、招商证券、东方证券涨得更多的，对吧？为什么没有放这一只呢？因为我没买，我是喜欢买龙头的啊，在中国3个龙头中信建设、中金和中信3个龙头啊，内地的板块，所以我们要看市场是聪明的。对吧？大叔大婶是去消费的，是去开户口买股票的。我们看的是市场聪明钱在走哪里啊？现在不是我告诉你啊，是我告诉你去看聪明钱在走哪里啊。买了这么急，买了这么多，你的第一反应是哇欺醒啊，哇疯掉了，傻的，快点卖掉，是不是？自然反应快点卖掉了，你卖掉之后你追得回来吗？是不是啊？为什么涨这么多？为什么涨这么多啊？我中信建设啊，是我一直看好这个。这是年初的时候，我看到组合拳出来的时候，年初的时候啊，之后我买了之后还往下跌了好久。这一次政策出台，涨上去了，对吧？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最新报道。最新报道，国庆节人家都不去放假了，来香港哎。不去弥敦道买首饰了，金器首饰了，去弥敦道的富途开户口了，帮富途做广告，对不对？富途他说要等啊，对吧？线上开户口，线下开户口排队啊，还有其他的，当然还有其他的，不光是富途了，对吧？
排队来香港开户口啊，还有中国大陆排队，他们都不准放假，这个券商不准放假开户口啊。以前在网上说，哎呀，中国经济崩溃啦，中国完蛋啦，中国又怎么样啦，中国珍惜生命，远离港股啦，这八个字总结一下吧，对不对？那些人说今天我看到最夸张的，港股还有几个小时开盘了，今天晚上睡不着觉了，还是一个香港的 KOL 香港的网红真的是网红OK， 他在互动里面讨论区里面说，还有几个小时好难过，好难过，对啊，明天开市了，要紧张这个改变对不对？这个改变现在全民皆股，这就是国家要做到的那个效果，就是要让你们相信，做上去之后。对吧？你说这次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因为以前人家还没看到，这一期爸爸看到Rich， 我太兴奋了，你要讲一点这个悲观的谨慎的风险管理的东西，是不是？OK，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摆到明重要的日子记得重要的日子不是明天，明天港股开，但是中国大陆还没开还在放假了，还在跑来香港开户口了，还有一天多，这一天多没睡着今天晚上24小时通关跑来香港，明天来开户口 ，OK 星期二早上9点钟 A 股开盘，是不是9点？我没有起得那么早10点钟。不就摆到明吗？10点钟，国务院什么等级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这是代表国家的，不能乱说话的，代表我们的国家领导的，对不对？星期二10点钟新闻发布会，告诉你们我们怎么落实一篮子的增量政策，不是一个政策，是一篮子的增量政策，扎实推动经济向上，结构向优，发展事态持续向好的有关情况，并回答你们的问题。这个比鲍威尔讲话还厉害了。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感觉就是，就像鲍威尔那时候告诉你我们已经算到了他要降息2码，是不是我提前告诉大家了，美国降息2码，不要再听人家的那里说了降息2码就是一定要崩盘了。你看美股有没有崩盘？我分析给大家听标题另外标题因为吸引你进来是我们团队做的，对吧？进来之后我告诉你，除非美国经济大衰退，但是现在鲍威尔没有讲过经济大衰退，所以暂时是看不到有崩盘的，对吧？现在这一个比鲍威尔讲话更容易看了，更容易解读了，对不对？懂不懂中文？每一个字好好的念五次。为什么要搞？我就问几个问题，大家写下来，在弹幕帮我写下来。为什么要放在10点钟？你想一想，为什么放在10点钟？还有8号是这个A 股复盘，哎呀，这个他们放7天假，放7天假回来，对吧？所以我保证明天的 A 股绝对不会跌因为后天才开盘。OK， 这个笑话讲的太多了9号开始，一连串的数字要公布。我当然没有内幕消息了，国家有没有？你想想看，我当然没有内幕消息了，国家有没有？是不是国家有没有能力在他公布数据的时候又利好股票市场一下？因为现在是个 momentum， 越来越多人开户口，自然股票就会上去。人还是这一点，股票上去了，你都是在找涨的理由了，好的理由了，对吧？好的理由，涨的理由。股票在跌的时候，你们在疑神疑鬼，想悲观的理由了。所以他就要做到股票涨，所以就有很多的这个股评人啦、经济学家啦，告诉你为什么这次不一样啦，怎么好了，是不是当然我在不要听我讲，你们自己去看，我只是把我看到的告诉你们。
你们自己去做判断，好不好？然后呢，好好的把握这次机会，因为21年了，对不对？21年才来啊。好了，一浪比一浪高啊，一个高潮比一个高潮更厉害。刚才券商是不是很好？内房内房涨得更厉害呀，对吧？内房世茂我也有一点，富力我也有一点，融创我也有一点，对吧？我是融创是比较多一点当然我最多的还不是这3个，我是比较保守的这个 GMT 同学知道我是喜欢不会有机会倒闭的，还在赚钱的，对吧？所以呢整个内房也是涨得不得了哇！我一看内房涨得每一个都涨得够我到中国大陆每一只股票都够我买一个楼来，所以我可以在中国大陆买几个楼来，是不是所以股票市场赚买楼的钱，然后去买楼咯对吧？年年买层楼咯中国大陆可以每个月买层楼咯，那不是振兴中国经济嘛，对吧？国家经济匹夫有责我们去买楼好不好？现在要在股票市场赚钱，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股票市场涨了这么多你以为人家是白痴是不是OK， 好，现在看一下黄金周叫金九月份是金，银是10月份，对吧？之前一直在跌，一直在跌，一直在跌，这一次出来了，药力出来了，还记得我那句话吗？问题越大，解药越猛，但是滞后效应，所以它最后药力出来的时候，又会反弹到，厉害的不得了了。OK， 所以新闻已经出来了，最新的新闻，对吧？我之前在今天早上还没有这个新闻呢，刚才一看今天6号，刚才一看，新闻出来了，几点钟昨天晚上新闻，今天早上我看到的这放在那里，最新的。Rich， 我是不是太兴奋了？你给我来点这个风险管理我觉得我讲的太兴奋了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那确实港股是涨了这么多，然后还有一些因素可能会导致港股呢之后还能够继续涨但我们现在呢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呢它也是有一些风险在里面的这些风险呢其实上个星期这个风险呢上个星期你是有讲过的当然第一现在呢已经是在一个严重超买的阶段你看一下这个是港股的恒生指数的 RSI 它已经是到了86也是非常高的，曾经最高是超过90那第二它背后调整的原因其实还有另外几点这些背后的原因呢，其实七法法在上一期的直播当中也是有跟大家分享的。这才加多了一个中东局势这个星期以色列这个伊朗以色列，我觉得以色列一定会报复，然后伊朗一定又会报复两个好像都有核弹的，所以这个可能会调整的因素又多了一个还有人说 China Rocket China Rocket 是9月25号，9月25号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现在Zelensky 跑去美国说他要争取，对吧？要争取用美国和西方支持的武器，要直接去攻打莫斯科和其他的俄罗斯内部的远一点的城市。俄罗斯在中国发射导弹的那一天中国没有理由就选了那一天发射导弹的，背后其实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七八八告诉你们的东西都是外面没有人讲的，对吧？同一天俄罗斯改变了他的核武政策，他说我们任何一个国家以前是你没有核弹我不会用核弹来对付你，现在他说你用核弹，你背后支持你的有核的国家就代表着攻击了，我们可以用核武器来攻击的，就是说英国和美国理论上法国也是所以他说如果他是受到了乌克兰的那一个远程的攻击的话，他是明确的会考虑，只是不是说马上会打，会考虑用核弹来针对法国，我觉得应该是不会的，但是英国和那个美国的
啊，所以现在不是要说打到美国啊，但是它可以打在美国的驻军地，打在美国在欧洲的驻军地，或者打在美国在欧洲的一些其他的东西啊，这就全世界就很悲了，对吧？这如果真的这样打的话，就不要看中国市场了。因为全世界打仗是更厉害的 ，OK， 所以风险的确是有的啊，所以的确是有风险，大家一定不要 all in 啦，不要去借钱杠杆啦啊 ，OK， 适当的一点点的把握一下机会啊，但是钱要把握在飙升的刚才讲的那几个板块啊，我们要密切留意这个楼销售的结果，还要密切留意 A 股的走向。是不是越来越多的那个股民开账户啊？如果是开的话，我觉得啊，起码还有一段时间啊，最终当然所有泡沫都会爆破啊，记得这一点啊，帮我写下来，要不然2个月后来问我怎么爆破了啊，所有的泡沫到最后都爆破啊，涨得越快越爆得越快啊，但是我觉得现在才只有一个刚刚的开始啊，我这幅图是我给大家总结的，你看一下。港股是跌了好多，现在在反弹了，对不对？如果是用月线图的话，下面那个 RSI 14个月的啊，很少人用月线图，这是非常长线的，对吧？非常长线的话，但是我们看到14个月的 RSI 超过70就牛三，低过30就是熊三，对吧？我们现在是在一个熊三里面反弹出来又下来一下，再反弹啊，所以。美股是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 ，OK， 啊，美股啊，如果同样的那幅图来画，对不对？这个其实背后都是股票市场应该是跟一个国家的 GDP 是成正比的，啊，那美国的 GDP 2%到3%不错嘞，对不对？中国的 GDP 现在很差嘞5%，数据嘛，对不对？要怀疑的人，中国的 GDP 假的啦，美国没有水分吗？美国的 GDP 对不对？第一，第二，如果这个数据永远是假的，那也不要紧啊，以前也是假的，以后也是假的，以前有水分，以后也有水分，那这个总之这个增长的比例不会差的，对不对？第三个，你不要相信这些数字啦，你跑去中国旅游一下啦，不要称这个国庆节去就好了，国庆节去太忙了，对吧？太多人了啊！平时你去中国看一下，现在的中国大陆跟10年前、跟5年前比较，10年前到中国大陆还怕有小偷嘞，现在到中国大陆有小偷吗？有强盗吗？有小偷吗？就这样，对不对？现在去大陆啊，我们香港人说哇，以前去中国大陆完全不一样的 ，OK 啊，所以我个人觉得还是一个刚刚开始啊，但是呢，还是要把握一些爆升的板块 ，OK， 刚才那些股票啊，不是做推荐啊，因为我还是觉得没有学过股票的人是不建议大家买任何股票的啊，所以进来学了之后你们自己做决定，但是学之前不要买任何股票，这是我衷心的讲啊，就是你不会开车子，我给你一台车子是害了你，对吧？所以在这里告诉大家，没有车牌的不要去开车子啊，没有学过股票的不要买股票，就这样，好吧？学习啊，先学习，机会是有的啊，快点学啊！你要等不及的话，快点学啊！还要不要随便买，不要随便买一些强势股或者是10倍股啊，强势股就股票跌的时候它会跌的少一点，股票市场涨的话它会涨得多一点，对吧？这叫强势股，跑赢大势。10倍股是比较长远的有10倍的增长的空间的，那你人生当中找到3个已经不错了，对吧？我已经找到美团附图2个了 ，OK ，NVIDIA 只是 NVIDIA 走得太早了一点，NVIDIA 也是抓到过，对吧？中海油也涨得不错，中海油涨了4倍、5倍所以不错了，人生找到4、5个已经不错了。OK， 那之前我找到更多就近3年内找到4个了，不错了，OK， 所以要学，方法是有的，对吧？我这些或者 Rich 的技术分析，我的基本分析都在这2个课程里面了那好消息就是那个我的10倍股的那个22天的课程，第1天的课程是免费开通给大家的特别，你们如果刚才有讲过。哎呀，股票卖得太早了，太早获利离场了
啊，还有这个真的有人是希望你就给个号码啦，我不懂的啦，我不学啦，你就给个号码啦，这都是人的一些关键输钱的原因啊。在第一课先教大家不要输钱，之后的21课教大家如何有系统的找10倍股，对吧？第一个就算啊你找到了一个10倍股，你要卖了太早了，你就赚不到了，对不对？所以头一天的课程免费送给大家，限时免费啊！我也有可能改变主意的，因为我发现免费的好像人家不珍惜了，听了之后没有什么动作了，对不对？所以限时免费，大家在留言区找到链接进去看一下10个关键，你有一个改变你的投资回报的话，你已经投资回报这个增长了很多了啊，改善了很多了，好吧 ？OK， 有没有补充啊 ，Rich？ 没有。OK， 好，现在哇，1600多、1700多人了啊，想问什么股票？最后我个人真的觉得，等了21年的这个级别的那个机会，等了21年你要想想看，现在是03年，虽然不是8月份，现在是03年的9月份，香港的楼市有一个傻瓜告诉你，香港的楼市要涨啦。你不要像以前那些人说气醒手对不对？03年9月份，七爸爸告诉你，我8月份买了好大的一个楼啦，好开心啊！你也买楼吧？08年8月份、9月份，香港买楼，香港当时多少人后来都是说，哎呀，回到03年就好了，时间不会倒流的，好吧 ？OK， 好，看一下谁所以免费的也有。技术分析也有，基本分析也有最好是 GMT 本来是说上个星期就关门了，就不再新收了但有了国庆也要来个10月10号所以台湾的朋友也赶紧把握你们的放假最好是人山人海，出去玩干什么？对不对？好好的学习之后，财务自由之后，我都是趁人家在工作的时候我去旅游的，人家在旅游的时候我在工作的，对吧？要反过来，这叫逆向放假逆向生活法，人家工作我休闲，人家休闲的时候我工作，好吧 OK， 好，听一下哪一个老虎OK， 老虎 Tiger Broker， 老虎老虎我也研究过老虎跟富途是很像的当然老虎是新加坡起点，富途是这个香港起点那老虎现在老虎也好，这个富途也好，最近都涨得不错，涨得非常好那为什么老虎会涨得比富途多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富途的但我老虎没有但是老虎是涨得比富途要多。那为什么它涨得多呢？就是因为它之前比较小的话，它倒闭的风险要比富途大，对吧？第二呢，它这个因为固定的开支还是比较固定的不管你是老虎还是富途，你要有这样的一个系统的开发和维护，你都要有差不多这样的价钱你那个市场推广可以是浮动的，但是你的系统的开发和维护都是一个固定的开支，所以老虎的那个量，客户和他的那个收入要比富途小很多，可能是富途的1/3还是1/4，我不记得那数字了，所以他以前是赚钱赚的比较少盈利的那个 net profit margin 比较少，还有那个倒闭的风险虽然它不是说一定会倒闭应该倒闭的机会很少，但是相对来说是要多一点 OK 所以我个人这个钱是没有放在老虎，也是买股票的时候宁愿就是稳一点，对吧？富途也赚了不少了但是呢，一旦在一个牛市的时候，大家都在增长的时候，因为老虎的基数小，对吧？它的分母小，所以它的增长率一定会比富途多，特别是它的盈利部分，在一个牛市里面，它的盈利部分一定会涨得比富途多 OK， 所以呢在这一次的声浪里面包括它赚了钱了，倒闭的风险就更小了，对吧？所以在这个声浪里面，它涨的也是比富途多，这是合理的但是呢，这叫贝塔比这个富途要大一点所以跌的时候它也会跌多一点，涨的时候它也会涨
这个多一点啊，所以这是个贝塔的效应。那我个人觉得呢，买股票贝塔是一个风险，对吧？这个涨的时候可以涨多一点，跌的时候也可以跌多一点，所以贝塔代表的风险。我更喜欢的是 alpha。 什么叫 alpha 呢？ alpha 就是这个管理层怎么样，他们的公司的文化、软实力、竞争的产品的竞争力等等啊。那很明显就告诉你，差不多时间出来的，现在富途是老虎的几倍啊。所以这个包括还有一点，老虎的一个股东是小米，但是小米到最后天星银行这个合作是跟那个什么小米是选了富途啊。所以你看富途合作的时候都不找自己的儿子去找富途，对吧？那所以就这样啊。所以不错啦，这一次涨上去的话，老虎也是把握到机会了，对吧？那我个人觉得现在涨了不少了啊，涨了不少了。高追我是不敢高追的啊。但是应该来说涨的也是有原因的啊，所以也不用马上就卖掉，全部卖掉啊。你要有很高的盈利的话，可以拿回成本。接下来呢，先就让它继续的让子弹飞，对吧？有套戏叫让子弹飞啊，所以让股票飞一会儿，让股票飞一会儿，好吧 ？OK， 那今天谢谢大家的时间了啊。赶紧报名了 ，OK， 机会不等了，不是我要你快点报名，是机会不等了啊。你随便免费的一点点钱的，多一点点钱的，看你要哪一个交通工具了啊？到达你的目的地是更重要，是不是你的目的地我不知道是财富自由，还是有5000万的这个股票组合，还是有1个亿的股票组合，我不知道啊。总之，希望是我们能载你一下啊，这个做这个载你一下啊，这个上善若水啊，这个待得载物，这个 OK， 所以我们一起来把握这个机会，好吧？我们下次再见，拜拜。